就在今天的社会，仍有很多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，他们一周收入不足$4。一个慈善组织想要改善他们的境况，于是给每个穷困家庭发放了$1000的现金。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。然而，令人意外的是，2年后，90%的人又重新陷入了这种极度贫困的境地。这引发了一个问题：既然有了钱，为什么还会穷？他们难道不能利用这笔钱去创业、投资或者学习吗？但事实证明，他们无论多么努力，最终还是无法摆脱贫困。有些人辛勤劳动赚钱，却因为一场大病而欠下了沉重的债务。有些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消费欲望，整日为了偿还债务而奔波劳累。还有些人早早辍学打工，结果却只能做着最低收入的工作。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想要致富，但结果却是越来越穷，越穷越失去信心。阿比吉特、班纳吉和艾斯特·迪弗洛是2位德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，也是世界上对贫困问题最有研究的专家。他们发现，导致人们贫困的根源是因为他们陷入了一个又一个的贫穷陷阱。什么是贫穷陷阱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一种导致人们无法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。比如健康陷阱、教育陷阱、信用陷阱、储蓄陷阱等等。这些陷阱相互影响、相互加剧，使得人们失去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和能力。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他们合作写的一本书《贫穷的本质》，用专业的视角深刻剖析了这个困扰人类千百年的难题，并得出了一个结论：要想摆脱贫困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要从根本上跳出贫穷的陷阱。贫穷陷阱1：消费陷阱，是一种让人陷入无尽的贫困的恶性循环。有些人收入不高，却总是购买一些无用的物品。他们不愿意投资自己，提高自己的素质和收益，他们只想要享受眼前，不考虑将来的影响。这就像是印尼的农民帕克，他每天饿肚子，身体衰弱，没有精神工作，但是他家里却有电视机、DVD 机、手机等电子产品，还有茶叶、咖啡和糖等奢侈品。他说，这些东西是他唯一的快乐，他不在乎吃饱饭，只在乎玩得舒服。阿比吉特是一位研究贫穷问题的学者，他去过很多贫民窟，发现了很多像帕克一样的人。他们都是身体虚弱，却喜欢买电影光碟；他们都是没有技能，却喜欢吃美食。阿比吉特劝告他们，要先把钱用在最紧要的地方，要先把肚子填满，再去学习工作赚钱。可是他们都不听，一有钱就挥霍无度。这就是消费陷阱的恐怖之处，它让人迷失方向，忘记目标，它让人沉溺于享乐，放弃奋斗，它让人越来越穷，越来越悲惨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，信贷分期打折等商业手段让我们容易盲目消费。我们常常忘了钱不是用来花的，而是用来赚的。我们常常忘了，最该花钱的地方是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竞争力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远离消费陷阱，走向富裕和幸福。第2，思维认知陷阱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能够轻松赚钱，有些人却只能勉强维持生活？这本书的作者艾斯特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他的朋友尤努斯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，他有一次去印度旅行，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。在公路边有3个妇女在撒沙子，他好奇地走过去，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。他们告诉他，这是一种赚钱的方式。他们从海边运来湿沙子，放在公路上让汽车压过，然后等到沙子干了就把它收集起来。这种沙子很细很柔软，可以用来擦拭高级的餐具，有钱人愿意付高价买这种沙子。尤努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商机，他想要帮助妇女们投资建立一个工厂，把生产规模放大，这样可以让妇女们赚更多的钱。但是妇女们却拒绝了他的好意，他们说他们只想要能吃饱饭就好了，他们不想要冒险，也不想要改变现状。尤努斯感叹地说，这就是为什么穷人永远发不了财的原因，他们的思维太局限了，不能跟上时代的变化。艾斯特用2条曲线来解释这种思维差异。穷人做生意是 OP 曲线，很容易起步，但到某一个点就停下来，之后再也没有突破。
而富人做生意是 OZ 曲线，会在调整和尝试中持续盈利，不断超越原有水平。穷人做生意的方式是 P 曲线，他们一开始很容易赚到一点钱，但是到了一定程度就停滞不前。他们不愿意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，也不愿意尝试新的市场和产品，他们只满足于现有的收入和客户。他们不知道如何突破自己的极限和障碍。富人做生意的方式是 OZ 曲线，他们一开始可能会遇到困难和失败，但是他们不会放弃。他们会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策略和方法，也会不断地寻找新的机会和创新。他们会持续地增加自己的收入和客户。他们知道如何超越自己的水平和竞争对手。这两种曲线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。穷人的思维模式是保守的、被动的、短视的；富人的思维模式是积极的、主动的、远见的。巴菲特曾经说过，我一生中从没见过一个没有亏过钱的富人，却见过很多什么都不敢做，而从没亏过1毛钱的穷人。这句话说出了一个道理：不敢尝试，不愿改变，不肯挑战，看起来很安全，其实很危险，因为这样就会错过很多赚钱的机会，而且这样就会被时代淘汰，被竞争者超越。所以我们要走出思维陷阱，打开自己的视野和心胸，我们要敢于尝试，愿意改变，勇于挑战，才能找到财富的所在。第三种，小聪明陷阱。这种陷阱会让人误以为自己很聪明，其实是在自毁前程。用一句老话来说，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这本书的作者阿比吉特和艾斯特就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他们的朋友磊迪是一家信贷公司的负责人。他有一天在路上碰到一个捡垃圾的人，他说如果他有自己的小推车，就能赚更多的钱。但是他没有钱买小推车，只能每天租用别人的。磊迪很同情他，就决定借给他一笔低利率的小额贷款，让他可以买到自己的小推车。磊迪认为这是一件好事，就把这种贷款推广到更多的贫困人群身上。他希望能帮助他们改善生活，但是没想到这却招致了一场灾难。很多贫困人拿了钱之后，就想方设法不还钱。有的人骗他说遇到困难，有的人直接消失不见，有的人还散布谣言说磊迪要跑路了，所以不用还钱。这些贫困人都觉得自己很智慧，能占到便宜，但是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其实是在自毁前程。因为这样一来，磊迪就收不回钱了，只能宣布破产。而贫困人也失去了一个可靠的贷款来源，以后如果他们需要钱，只能去找高利贷或者黑帮，那样的后果往往是家破人亡。阿比吉特和艾斯特在书里说，贫困人并不愚蠢，但是他们把智慧用在了错误的地方。他们太功利了，太现实了，太短视了。他们不愿意冒险，也不愿意等待。他们不明白每一次投机取巧都会让自己失去更好的机会和可能性。心理学上有一个定律叫做智慧守恒定律，一个人越是过于精明，越容易遭遇失败；越是过于智慧，越反被智慧误。小智慧其实是最大的愚蠢。把脑子用对地方，诚实劳动的赚钱才是最智慧的做法。第四就是教育陷阱。你认为读书有什么意义呢？这本书的作者阿比吉特曾经调查过很多贫困的人的想法，他发现大部分人的回答都是没有意义。他们觉得读书是一种无谓的消耗和投入，他们觉得读书不能给他们带来收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，他们觉得读书是富人的专利，和他们没有关系，所以他们不想让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去读书。他们更愿意早点参加工作，赚取一些稳定的钱。他们认为这样才是现实的，才是有意义的。但是阿比吉特告诉我们，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，这是一种让人陷入教育陷阱的看法。阿比吉特用数据来说明，读书对于贫困的人来说是一种最有价值的投资。他说，小学教育可以让一个人的收入提高 6%， 初中教育可以提高 12%， 高中教育可以提高 20%， 如果再继续深造上大学研究所博士班，收入就会呈现指数级的增长。这些数据在贫民窟却没有任何说服力。贫民窟里的人不相信读书能够创造财富和幸福，他们只相信眼前的现状和利益，他们不敢冒险，也不愿意耐心等待。
他们不理解，读书是一种小成本大回报的博弈，只有持之以恒，才能体会到读书的价值和效果。只有持之以恒，才能用知识开启社会的门户和机遇。只有持之以恒，才能用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和未来。第五就是健康陷阱。你会不会为了赚钱而忽视健康呢？社会学家曾经进行过一项调查，如果让你选择，你更重视金钱还是健康？结果显示，有60%的人选择金钱而放弃健康。他们以为自己身体健壮，不易生病；他们以为自己有钱了就能治愈任何疾病。他们不明白，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想法，这是一种让人落入健康危机的想法。这本书里面介绍了很多关于健康陷阱的故事，有些发生在贫穷的国家，有些发生在富裕的国家。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对自己的身体不够负责。比如说，在印尼，有些农民每天吃不到饱，却买了电视机、DVD 机、手机等电子产品。政府免费提供的药物、消毒剂、营养片，他们都不去领取。他们觉得这些东西没用，还浪费时间。比如说，在中国，有些上班族收入低下，却沉迷于吃喝玩乐。他们不愿意花几块钱买一瓶补铁片，却愿意花几百块钱去酒吧。他们觉得这是放松自己、减压的方法。比如说，在非洲，有些家庭生活在疟疾流行的地区，却不愿意花$100买一包绿药包。这包绿药包能预防32种疟疾，能救他们的命。但是他们觉得这是浪费钱，没必要买。这些人都有一个错误的想法，就是认为自己不会生病，或者生病了也没关系。但是事实上，他们最容易生病的，而且一旦生病了，就可能一无所有。有句话说得好，穷人和普通人之间只差一场大病。所以我们不能忽视自己的健康，我们不能因为赚钱而忘了保健康，我们不能因为享乐而忘了保健康。我们要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，我们要定期做体检和预防性治疗，我们要合理饮食和适度运动，我们要远离不良的生活习惯和消费模式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避免掉入健康陷阱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富有和幸福。《贫穷的本质》一书深刻剖析了贫穷的根源和现状，作者们希望能为全球的穷人提供解决方案和指导。我们常常认为贫穷是天意弄人，是无法摆脱的。我们常常认为贫穷是他人的过错，是社会的不平，是环境的制约。但是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们才明白，束缚我们的不是他人，而是自己；而能拯救我们的也不是他人，而是自己。只有跳出贫穷怪圈，才能摆脱贫穷的困扰；只有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行动，才能创造自己的财富和幸福。恭喜你又阅读了一本书的精华，每天都进步的你终将成功。希望你可以给视频一个免费的赞，让更多朋友可以看到它。也希望你可以订阅本频道，本频道会源源不断分享高价值的视频内容给大家。今天分享的《贫穷的本质》电子书下载地址在下方的视频说明栏中，按需自取，仅供学习。我们下个视频见。